福特号航母最大的亮点是采用电磁弹射。福特号航母上配备了4套电磁弹射系统，每套系统主要是由电力储存系统、电力转化系统和发射控制系统3大部分所组成。与蒸汽弹射器那些大型蒸汽锅炉和复杂的设备相比，电磁弹射器将机库甲板的占用面积是缩减到原来的1/3，腾出来的空间呢就可以增加停放的飞机或者用作其他的用途。而电磁弹射器本身由于采用了电路系统控制，在进行弹射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飞机的实际速度来调整输出的功率，比蒸汽弹射的飞机载重可以增加8%到15%。这也就意味着舰载机可以挂载更多的弹药。不仅如此，电磁弹射器的工作效率还非常高，2次弹射之间的间隔只有45秒，而蒸汽弹射器呢要间隔120秒以上。此外，电磁弹射器也可以依照不同的机种来采取不同的弹射速度，既可以弹射30多吨挂满武器的重型舰载机，也可以弹射几百公斤的无人机。这也是蒸汽弹射器做不到的。如今这一亮点反而成了福特号最大的痛点，因为太不可靠了。按照设计标准，电磁弹射器应当在平均弹射4166次才会发生1次故障，现在是每次故障之间弹射间隔平均只有181次，故障率足足是设计标准23倍。如果这一问题未能解决，福特号就面临无法起降舰载机的窘境，等于完全失去战斗力。除了电磁弹射器以外呢，福特号的弹药升降机也有问题。福特号舰上共有11部弹药升降机，4部供上层甲板使用，通往飞行甲板；另外7部呢，则服务于较低层的甲板，通往底层弹药库。通往底层弹药库的升降机一般不会从弹药库直接通到飞行甲板，而是采用分段运送的模式，可在中途将分别储存的引信、战斗部、弹围等组装在一起，然后再运到飞行甲板上，就好像是流水线一样，可以很快地将弹药装上舰载机。不过，这11部弹药升降机在福特号2017年服役的时候，只有2部能用，现在能用的也只有6部。这样就严重影响了舰载机挂弹效率，出击率大打折扣。有分析就指出，出现弹药升降机问题，除了设计是主要问题以外，还因为采用了不太成熟的新技术。跟尼米兹级采用的电缆加铰链加液压系统型弹药升降机不同，福特号呢是彻底换成了类似电磁弹射器的新型弹药升降机。美国最新的福特号航母一身黑科技，但一直要测试完善，目前打仗确实指望不上。而且福特号航母的成败可能会影响美国海军航母舰队的未来。除了新型航母之外，美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还将迎来一波造舰潮。根据五角大楼去年公布的美海军战力2045计划，目标要在2045年建造一支拥有500艘舰船的超级舰队，同时在2035年建造355艘有人驾驶水面舰艇。五角大楼曾专门委托美军方内部和一家智库制定行之有效的办法，2支团队给出的建议都是小型化、无人化。小型化即尽量减少对航母等大型舰艇的建造，将重心放到小型舰艇上。至于现有的航母数量，则进行一定程度的削减。在造舰计划书中，航母将从11艘减少到9艘，其中8艘执行任务，1艘进行中期维护和核燃料更换工作。有评论指出，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将小型化实属无奈之举。福特级航母短期内无法形成战力，据此打造的朱姆沃尔特级半吨大驱更是昙花一现。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本来是作为美国海军未来的新一代导弹驱逐舰，计划建造32艘，最后被削减为3艘。2018年8月，2艘已经造好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还被开除出海军注册作战舰艇名单，直到这2艘舰的作战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完全被交付给海军为止。而直到现在也没传来这2艘舰交付美国海军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采取用较低的成本打造一定数量的小型舰艇来充数。那么都建造成福特级或者是提康德罗加级这样大型的航空母舰和巡洋舰，那么美国的财力是无法支撑的。所以我们看呢，这种就是改变并不是说就不要大型的舰艇了，以后还是要建大型的舰艇，只是要用小型的舰艇呢来维持它的这种数量。